它是二战日本海军的最强航空力量，它是二战日本海军航空兵的精锐部队，它甚至被称为是开挂部队，它就是日本海军第一航空战队。做视频不易，求观众老爷们点个赞，小编跪谢。众所周知，在太平洋战争刚爆发时，日本海军的实力可以说是强横无比。而当时的日本海军为了方便指挥，便建立起了一套繁杂有序的指挥体系，并且划分出了数个不同的海军部队，这其中就有被简称为航战的航空战队。作为二战日本海军部队的组成单位之一，这些由几艘驱逐舰和其他以航空母舰为基础的警卫舰组成的一个单位，被定名为航空战队。而在这支战队中，最强的便是一航战，即是第一航空战队，为日本海军机动部队之一部。日本海军第一航空战队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20世纪20年代末期。1928年4月，随着日本对外政策的快速变化，当时的日本海军为了尽快增加自己的实力，便着手开始实施日本航母部队的可行性。而为了进行这种实验性的编队，日本海军所下辖的赤城号、凤翔号航母和第6驱逐舰队的梅号、南号驱逐舰随即奉命参与这次组队。1929年4月，出于这种实验编组已经成熟的考虑，以赤城号和凤翔号为首的航母编队随即成为了当时日本海军第一舰队的常备编制。且由于当时的赤城号和加贺号航母均不具备大量搭载舰载机的条件，凤翔号航母也被编入第一舰队之中，形成了由3艘航母两两组队来轮流进行舰队组成的模式。1932年，由于能登旅号水上飞机母舰奉命编入第一舰队，加之对赤城号和加贺号航母的大规模改造完成，以及新式龙香号航母的下水服役，日本航母部队的编制至此形成了一艘赤城号航母或一艘加贺号航母或凤翔号加龙香号航母这3种舰队组成模式，并且按照这3种模式编成了2个航空战队加预备舰的轮转替换顺序，这既是旧日本海军航母的最早编队模式。说回第一航空战队该部队在刚组建之时，并不是以战斗为主要目的的，而是由一定数量的旧式驱逐舰所组成，并且执行被称为吊蜻蜓的以营救海上失事舰载机飞行员为主的救援任务。但是进入20世纪30年代后，出于对美作战的需要，使得日本海军的作战范围急剧扩大，这也就导致了这些旧式驱逐舰难以胜任远距离跟踪掩护作战，所以在偷袭珍珠港前被日本海军尽数取消，并在不久后主要由可以进行长距离作战的新型驱逐舰所组成的水雷战队来负责掩护机动部队和营救落水飞行员的任务。第一航空战队也得以从组建到新战术的制定，全程得到了最优的待遇，尤其是在人员编制方面，日本海军更是打破了以往的许多枷锁，集中了大量的日本顶尖航空人才。1941年12月7号，日本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而日本海军在此次太平洋战争的首次作战中，搭载有航空战队的航母有第一航空战队的赤城号和加贺号，第2航空战队的苍龙号和飞龙号，第3航空战队的瑞凤号和凤翔号，第4航空战队的龙香号，第5航空战队的翔鹤号与瑞鹤号。其中由赤城号、加贺号航母和第7驱逐舰队3艘驱逐舰所组成的第一航空战队，可谓是当时日本海军航空兵部队的明星。而该部队彼时的指挥官正是第一航空舰队的司令长官南云忠一中将。该部队还在此后参加了拉保尔战役、空袭达尔文港、印度洋空袭和中途岛海战等诸多大型作战。1942年6月，在中途岛海战中，第一航空战队遭受了美国海军的沉重打击，该部队也因为赤城号和加贺号的沉没而被迫解散，连带由苍龙号和飞龙号所组成的第2航空战队也全军覆没。但在不久后的同年7月，第一航空战队因为得到了原属第5航空战队的翔鹤号、瑞鹤号和瑞凤号3艘航母，又得以死灰复燃，其组成人员为第1和第5航战的残余人员。1943年4月到11月间，随着太平洋战争的形势愈发明朗，虽然第一航空战队接连参加了日本海军的1号和陆号作战，但是由于日本海军航空兵的有生力量早就在太平洋战争前期就已经消耗殆尽了，该部队也在没有取得巨大战果的同时，还受到了不小的打击。而且因为在此之后，该部队人员的训练时间被大量缩减或取消，
导致根本无法恢复到战前的状态，事实上已经处于覆灭的边缘。1944年3月，随着新的大凤号航母在下水服役后被编入第一航空战队，使得原属一航站的瑞凤号航母被编入第3航空战队。但大凤号航母在刚刚服役之后不久，便在同年6月的马里亚纳海战中同祥鹤号航母一起被美军潜艇所击沉，导致第一航空战队再次遭到致命打击，只得再度解散。其所属的瑞鹤号也被编入到第3航空战队，并在莱特湾海战中作为日军诱敌部队的旗舰。时间来到44年8月，由于云龙号和天成号2艘新航母的编入，使得第一航空战队重新复活，并在组建之后不久便紧急开展海上训练作业。1944年末，第一航空战队在经过短暂的训练后，便紧急投入实战之中。但在同年10月的台湾冲航空战中，由于日本航空力量遭到沉重打击，使得第一航空战队并未参加莱特湾海战，而是奉命留守本土。1944年11月，由于日本海军在莱特湾大海战中惨败，其残存的原属第2航空战队的隼鹰号航母、龙凤号航母，连同新服役的葛城号航母和信浓号航母，只得一并被编入第一航空战队编制。但在此后不久，由于信浓号航母被美军潜艇击沉，隼鹰号和云龙号则在执行运输任务中，不是被美军潜艇重创，就是击沉，使得此时的第一航空战队仅剩天成号和葛城号2艘航母，只得继续在濑户内海协同日军残余的航空力量进行训练任务，并且一直持续到了1945年1月。但太平洋战争在进行到此时后，其局势对于日本海军来说早已是不可挽回了，而第一航空战队也已经不是4年前的开挂部队了，更不用说该部队所属的航母已经不再是真正意义上的航母，因为其航母甲板上或机库里已经没有几架舰载机了。时间来到1945年2月，出于美军已经逼近日本本土附近，大和号战列舰被编入第一航空战队，且在之后由于日军大本营计划用重舰巨炮决战美军舰队，加上军舰燃料的匮乏，第一航空战队的龙凤号、天成号和葛城号航母随即在被解除任务后停靠在日本吴军港周边，其所搭载的第601航空队也被用作基地航空部队。第一航空部队的航母部队任务至此被完全终结，而该部队也在1945年4月7号的方之甲海战中，随着大和号战列舰的沉没，最终被宣告解散，其部队历史也到此结束。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里，大家有什么问题欢迎打在下面的评论区，与评论区的各位一起讨论。如果想了解更多，别忘了给一个关注，要是能顺便点个赞就再好不过了，你们的支持就是我们的动力。我们下期再见。